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尔先生，带您掌握周期，财富自由哈。很多人以为呢，只要自己没有融资、没有信贷、没有股票质押，就不用担心四代同堂了。这个想法呢，可能只对了一半。为什么？因为当市场里面太多人去借钱买股，只要股价一回档，就可能引发追缴啦、断头啦、违约交割，最后变成多杀多。到那时候呢，你手上的好股票也可能会一直被卖压拖累下去哈。所以今天这集呢，不是跟您猜股市的高点在哪里，而是利用4个讯号帮您判断这波台股的热潮是健康的上涨，还是已经开始进入杠杆压力的测试了哈。好，那么今天提到的内容呢，都只是教育跟资讯参考，并非投资建议哈，是他先个人观点，并不构成任何个别投资建议或买卖的推荐。那么，请大家投资的时候务必要独立思考，哈，自己为自己的投资负责任啊。本内容不保证获利，不保证资讯完全正确哈，投资一定有风险，大家务必要多多的想完之后再出手哈。好，首先呢，我们来聊聊什么是四代同堂哈，这指的就是同时呢，投资朋友们同时用4种借来的钱。把钱丢进股市加码，哪4种呢？第一种呢是把房子拿去银行抵押去借贷，第二个呢是用信用贷款，第三个是理财周转金，第4个是把股票或 ETF 再拿去质押。讲白了，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之后，再去借一笔信贷，那手上的股票再去质押，那4种杠杆都叠加在一起，全部呢就放到股市当中。这样的事情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在台湾是很少见的但是这一波 AI 的多头呢却出现了那么现在看看现在台股的位置有多高。这张图呢是巴菲特指标，也就是把股市的总市值除以 GDP。今年5月呢，台股的这个巴菲特指标已经飙到 500% 了。那么上市上柜的总市值已经接近140兆台币了那么对照一下，它的平均的数字是167。传统定义只要超过120，股市就算高估了那么500%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数字连金管会的主委在立法院都被立法委员用这一题在接受质询。但是呢，我这边要讲一个比较平衡的说法。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巴菲特指标，台股的巴菲特指标会那么夸张？是因为这些分子呢是台积电这些赚全世界企业的钱所累积出来的市值，但是分母呢就只有台湾岛内的 GDP 那台积电90%的营收都来自海外，所以用台湾的 GDP 当分母呢，这个数字自然而然会被放大，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公平所以这个500%呢，它反映的不能说就台股就一定接下来呢最主要反映的就是台股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科技资产的集散地但是无论今天你对于台股未来的看法，你认为是看多还是看空，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你必须要知道是现在台股的位置是非常的高那我们不只是看这个估值，我们来看看散户实际借钱的程度来看这个融资余额。散户向券商借钱买股票的融资余额呢，在6月22号这一天集中市场的融资金额首次突破6000亿，来到6050亿，单日呢就暴增了120亿。然后来看上柜的话，借钱是2084亿，两个市场加起来已经超过8000亿的大关，已经到了8134亿的历史新高了。这代表呢，现在散户投资朋友不是用自己手上的闲钱在玩，而是大规模的借钱在玩而且呢是越借越多。那融资余额快速的扩张本身呢就是一个市场过热的讯号那么4代同堂的4种钱呢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话今年的5月相较于去年同期房贷呢大概增加了快4830亿，快5000亿那么信用贷款呢增加了快758亿那么车贷也增加175亿。然后把股票或 ETF 拿去质押借钱这一块就金管会的统计，在不限用途这一块的信贷规模已经超过了4400亿了那么这是400亿里面呢68% 是股票那 ETF 占了30%那大家除了这个之外，还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台湾的券商因为一直借钱给投资人嘛，自己手上的钱都不够了今年呢，只要自己这些券商跑去发
债券，筹了380亿台币来借钱给散户。你知道这个数字是夸张的数字啊？为什么？因为380亿这个数字是券商平常一整年计划筹资规模的7倍以上，好，7倍以上。所以现在券商呢，就像个当铺老板，因为拿去典当东西借钱的人太多，只好自己开当铺的钱不够，跑去借钱了。那么我们过去判断市场热不热呢，主要是看散户的融资余额，但这一波呢，资金来源变得分散很多，出现了一种看不见的杠杆。什么意思？来，一位银行的主管最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非常传神。他说，以前是借钱去买股票，现在呢是拿股票去借钱再买股票。所以手上的股票只要不卖，拿出去借现金，就可以借到钱买入更多的股票。那么杠杆呢，就要一层一层一层的叠加上去。那么用传统融资的数字呢，是看不到这一块的。那么现在比较更夸张一点是，现在有银行推出的这个信贷方案，直接用你股票的库存当成财力证明最低利率甚至 2.2%、2.3% 就会借到了，而且15分钟就可以借到钱。那银行的主管自己也这样说，不少客户的用途就很明确，就是借钱要进场去投资股票。钱这么好借，这么便宜的借得到这个呢，就是造成这个杠杆快速膨胀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么来4代同堂呢只是第一层现在大家真正要警觉的是，很多人不只是借一次，而是把杠杆拿去再杠杆。什么意思？第一种做法是叫做0050质押借贷，就是买了0050之后，或者是各种这个 ETF 之后不卖，再拿出去质押，借到钱之后再去买更多的0050，然后再质押再借，再质押再借再买那么这听起来好像还是在买0050，对不对？不对听起来好像长期投资，对不对？不对，因为这里面只要这个加上借贷，它就不是单纯的存股了，它是杠杆，它在开杠杆的存股的。其实开杠杆就不叫存股，就是在玩短线的，玩投机的所以问题不在于0050本身，而是当越来越多人把长期持有的部位拿去做质押，市场上的杠杆就一层一层的叠上来。那么在顺丰股价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看来是快速放大获利的方法的策略，但是万一遇到接下来市场开始向下修正，开始下跌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卖压卖的压力也会进一步被放大。那么第二种的玩法更激进了，就是买正二再去质押就是像00631L 这种正二本身已经是2倍杠杆了如果再拿去质押，比如借出大概 2.5 倍的资金出来再回头加码，整个杠杆就接近5倍。你知道5倍是什么意思吗？只要台股跌1成你基本上呢就损失了 50% 的钱了，你基本上就直接碰到维持率的压力了甚至会被迫断头，就是你手上的钱不够了，你只能被迫卖出股票把钱还回去所以这种杠杆开完再杠杆，上涨的时候呢报酬会放得很大，但是下跌的时候风险也会被同步放大那么讲到这里呢，你可能会说那借钱一定会出事吗？又还没出事。但其实跟大家讲，警讯已经出现了这一章要特别听好了针对彭博社的报道，最关键最像风险要爆发的领先指标就是违约交割的数字。为什么我说这个违约交割的数字比融资余额更像领先指标？因为融资余额只是在告诉大家市场上有多少人是借钱在买股票，但是违约交割是在告诉大家已经有人买了股票，而且付不出钱了所以今年呢，彭博社的这个数据收集到，今年光6月份到现在还没过完，违约交割已经到台币22亿了，已经创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新高了所以这个违约金额的这个指标它不是个情绪指标，也不是要看多或看空，是直接就告诉你资产的资金链已经在断所以当你看到违约的这个交割持续冲高的话，那不要是把它当成新闻来看，代表市场上已经有一部分杠杆的投资人已经撑不住了那不是要大家产生恐慌，是要提醒你杠杆造成的风险已经不是未来的事情，是现在已经在发生的事情，已经有人在违约。6月份到现在已经22亿了已经开始出现在市场的数字里面了。
那么另外要注意的是，现在借钱的管道呢正在被开始收缩了，因为部分券商已经开始通知客户，比如说像我这边有抓到6月25号开始，连台积电的融资成数都归零，就是只能信用当冲，不可以留仓了，就是你要借钱融资去买台积电，他已经不借你。好，那如果连台积电的融资的这个成数都调降为零的话，好，代表什么？代表过去大概最敢压、最相信的全指股，券商也开始降低风险，啊，已经采取降低风险的这个动作了。那么对已经借钱的人来说，最可怕的还不是股价下跌哦，是你原本以为你可以借、可以延展、可以续借、可以借新还旧的管道被封掉了，就开始收紧了。好，你借新还旧就没钱，可能没钱可以借你。好，所以杠杆市场呢，最现实的地方就在这边。当顺风股价都在涨的时候，钱看起来很多，但是一当逆风来的时候，你这个再撑的伞，可能最早就被收走了。所以如果您现在手上是有融资的、有质押的、有信贷进场的，现在不是只看股价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的问题，你要先确定自己的资金来源后面稳不稳。如果不稳，好，它股票搞不好不用说一直下跌，它只要高档在不断震荡，上下不断震荡，你可能就顶不住了。好，再来呢，有投信的经理人呢点名了，现在是3个同时出现的警讯。第一个呢，就是融资余额快速扩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散户杠杆。第二个呢，是高价股跟龙头股的涨势开始钝化，就是不是一直涨上去，开始在进行涨不太动了，也冲不了新高了，开始在进行这个形态学里面讲的头部形态了。再第三个是资金呢已经开始从核心的龙头股已经转进那些题材股，到那个落后补涨的2、3线的股票了，比较没基本面的股票了。当同时这3种讯号同时出现的时候，历史上往往意味着行情呢已经开始从趋势性的不断上涨变成是高档在整理了。所以不是说股市就开始跌哦，而是代表整个上涨的动能在转弱，要小心了。那么世代同堂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刚刚讲可以分成3种人来看这件事情。第一种是有借钱的这个当事人，就是直接的当事人，你有借钱的，一旦股市下跌，你的维持率掉到门槛底下，就会收到融资的追缴通知。你的钱要是补不进去，你就被强制卖出，这样就是被断头了。好，那么现在更麻烦的事情，真的要注意是，现在连借钱的管道都在收缩了。在今年5月之后，券商已经开始集体限缩股票质押，而且调升股票质押的利率。今天还能借，还能去展延，并不代表你下个月就还可以继续借到这些钱。那么第二个是你完全用现金1毛钱都没借的人，你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其实你可能会被别人的杠杆绑架。为什么？因为现在市场上一大堆人都是借钱在开杠杆，在买股票，只要有一个比较小的跌幅，就可能会扩大，就会引发追缴、断头，甚至违约交割的连锁反应。那么原本下跌一点点的回档，也会变放大，变成暴跌。本来只要跌1-2%，可能一口气就跌6%、7%、8%。好，这个就会造成所谓的多杀多。所以你手上的好股票就会跟着一起下跌，被洗下去。所以韩国股市呢，这个礼拜就是这样崩盘10%的。再来呢，针对还没进场，还在旁边看的人，你认为你手上一大堆现金还没进场，你认为跟大家都没有关系吗？有，政大金融系的这个殷乃平教授就有提醒，一旦股市大幅震荡甚至下跌，投资人可能还不出借的钱，甚至还不出房贷的款项的话，那么这个压力呢就会从个人扩展到金融机构，甚至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的稳定性，甚至连带会影响到房市跟经济的景气，最后等于是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杠杆开那么大，对股票对所有人基本上都有影响，不是只有对借钱的人产生影响。我们来看隔壁的韩国，因为韩国这一波呢跟台湾的状况一样，只是韩国已经先发病了。6月23日呢，韩国股市发生了黑色星期二，韩国指数盘中触发了全面熔断，所有股票都跌10%，直接就暂停交易了。
那么恢复之后呢，还是止不住下跌啊，单日大跌了9.998%，基本上10%，跌到910点，创下韩国史上最大的单日跌点。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哦，这是韩国今年第4次熔断了。为什么韩国会这么脆弱？因为韩国的筹码集中度太高了，光是海力士跟三星这2家半导体公司就超过韩国股市总市值一半以上，而且今年这2只股票就涨了90%。涨得越凶，那筹码的集中度就越高，那下跌起来，只要这2家跌，就跌得越恐怖。那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跟台积电已经占台股的44%的结构非常像？好，那么韩国股市下跌这么猛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杠杆型的 ETF， 韩国今年5月呢推出了16档追踪海力士跟三星的杠杆型 ETF， 总资产是30亿美元，结果呢，短短1个多月，膨胀超过90多亿美元，代表大家都借钱，大家都在买它。那么我们如果把韩国跟台湾放在一起看，就很清楚了。双方的问题基本上都一样的，筹码过度集中在半导体跟散户高杠杆还有再加上杠杆型商品的推波助澜，这3件事情都是一样，韩国跟台湾都一模一样，差别只在于韩国已经开始发生垄断了，台湾好像还在创新高当中。韩国不是因为 AI 的基本面不行才崩盘才大跌的哦，它的半导体就是这个记忆体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差哦。韩国会崩盘下跌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涨太快了，筹码太集中了，杠杆太高之后的一次的大型降温，所以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足以引发大跌那么台湾呢，从借钱买股到暴增 160%， 违约交割创下新高，到4代同堂，基本上跟韩国现在走的是同一条一样的路那么刚刚讲了这么多开杠杆的风险，我觉得也要平衡报道一下，台湾不是没有任何的防备在双卡风暴之后呢，金管会设立了2道防线。第一个呢是 DBR 22倍，就是所有银行没有担保的债务总额不能超过你月收入的22倍那么这就挡住呢无限制的这个信用扩张。第二个是贷后控管，银行每年都会检讨投资人借钱去资金使用的用途，一旦发现你说要借钱去装潢，结果你要去投资股票，那么跟当初的事实不符的话，银行是有权提前要求你把钱还回去好，那么现在台股杠杆那么大的话，那该怎么趋吉避凶呢？第一个是要把你自己的隐形杠杆全部把它算清楚来，不要你自己在开杠杆，你都不知道你的杠杆开多少，把你融资的啦，你股票质押的啦，房子质押的啦，或拿去做信贷的啦，或者信贷之后增贷，房子再去增贷，信贷再去增贷，全部把它加起来，看看你真实的杠杆有多高，去思考你杠杆开这么高的时候，万一股价下跌的时候，你顶不顶得住？第二个呢，是要紧盯这个维持率，预留足够的这个资金来做缓冲，不要等到快追缴的时候，手上万一下跌来了，要追缴的时候，手上呢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补第三个呢是信贷、房贷、增贷这种借钱就算了，你还拿去 all in还把借来钱全部都压到股市里面，你要知道你是在赌身家，这个风险真的很高。再来第4个，如果你有在质押现在就是要去问清楚，你接下来能不能展延借新还旧到底还管不管用？你之前借钱的渠道、券商各种这个渠道，他还能不能继续借钱给你好，讲到这边呢，就先来一下我投资做公益非常感谢最左边的 Alan 还有 Steve， 还有黄小姐还有右边的龙先生。龙先生不是捐款，他去捐按摩他是很厉害的按摩师，他去别人办活动学校办活动的时候，他去捐出他的爱心帮人家按摩那么也非常感谢这4位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的活动那么也再次呼吁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的活动。如果你愿意参加我投资做公益捐钱或捐物资或捐出你的劳动力给跟你有缘的慈善团队，捐出去之后呢，透过 Facebook 的 message 或者是 email 把你的收据传给我，跟我一起我投资做公益，你的投资会越来越顺利会越来越顺利。好，那么
等一下呢，10点的时候呢，在会员频道我会跟大家分享最近整个 AI 类股、美股跟台股整个 AI 类股的观察哦。同时呢，明天晚上的这个9点呢，也有卡尔同学会的直播，欢迎大家呢花一份牛排的钱真的不贵就可以参加这个卡尔同学会的会员频道好，那么刚刚呢的这个今天的影片要帮大家总结3句话。第一个是现在台股的位置非常高，散户开杠杆已经来到历史上最高的情况了，融资余额已经突破8000亿，基本上快等于全民啊，大部分人都在开杠杆这是个客观的事实，它有风险在不是看空只是告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再来呢，4代同堂到时候出事之后，没有人是局外人，万一股市下跌，有借钱的可能会被断头，没有借钱的可能会被多杀多拖累那么还没进场的就是买的还不够，你投资股票不够多的，当金融体系的连锁效应被波及的话所以这些风险不是只属于借钱那些人再来，本周韩国全面熔断下跌10%，已经是在演戏给台股看了。因为韩国跟台股，韩国股市跟台湾股市现在的结构它股市的结构跟投资人的状况基本上一模一样都有同样的病症所以差别只是在不同阶段而已。当韩国已经在熔断下跌的时候，正是好的时机在检查你自己手上的持股的状况所以我不是看空卡尔先生这一集没有要看空叫大家离开市场，而是希望透过这个分享让大家知道，我们是站在高杠杆之上在做投资的。你要先想好，万一未来风向改变，从上涨变成下跌的时候，你自己要怎么样才能站得稳，好不好好，我想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今天卡尔先生因为刚好外出，所以并没有这个录音设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耳机，如果声音比较差一点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愿世界和平，愿大家健康平安财富